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在你的体检报告里面有一些数据偏高了，你不需要惊慌，你需要静下心来，仔仔细细的稍微探讨探讨这问题来源可能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总胆固醇，非常多的人看到总胆固醇比较高，立刻进入惊恐模式。我首先跟各位解释解释，第一，我们要认识总胆固醇不是一个测量出来的数字，意思说它并不是在实验室里面精准的测出来了你的总胆固醇有多少。总胆固醇这个数字是经过某一些估计、某一些推算、某一些换算结合在一起以后出来的一个数据，所以它不是一个精准的数字。第二个呢，你验血验出来胆固醇跟我们饮食里面吃进去胆固醇的直接关联可能只有 10% 左右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总胆固醇这个数据，这个数值本身参考价值其实并不高，但是这个数值我们还是需要对它有重视。我们需要重视的角度不是说看到它高我们就惊恐了，我们要看一看，因为胆固醇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肝脏根据我们身体的实际需求决定制造多还是制造少，所以胆固醇本身它并没有好坏之分，胆固醇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毒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我们身体的某一些激素的原材料来自于胆固醇，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对胆固醇有重要的依赖的，我们身体修复细胞膜对胆固醇有重要需求的，所以我们身体我们的肝脏才有一个高效率的制造胆固醇的功能呢。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看到胆固醇高我们就认为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你整个身体的代谢环境跟代谢背景健康还是不健康。代谢环境跟代谢背景指的是什么呢？你血糖高不高？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你会不会喝酒？你是不是抽烟？你是不是从来都不运动？你是不是睡眠不好？你血压是不是高？很多因素决定你的代谢健康好不好。我刚刚举的这几个例子全部跟你的代谢健康有关啊。你整个代谢环境跟代谢健康是好的，大概率的情况下你的胆固醇是为你服务的。那如果你的代谢健康不理想，你就需要注意了，胆固醇高可能是一个警告现象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光看胆固醇高就开始出现惊恐的现象，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第二个指标呢，如果偏高的话，你也不需要马上就进入惊恐状态了。第二个指标，很多人关注的肌酐。肌酐这个东西在最近这几年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当然人类的脑是很自然的去想办法去简化简化再简化，所以简化到最后呢，很多人就一看到肌酐高了就说哎呀糟糕了，肾脏坏了。实际上肌酐在很多情况下它会变高的，所以它并不是一定肾脏变坏了的结果。作为普通人，我们需要对肌酐的正确认识是什么？肌酐是我们的肌肉在代谢能量，然后由肌酸制造出来的。我们身体里面肌酐的来源呢，几乎就只有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制造出来的。所以你的肌肉越多，你的肌酐就应该越高，你的肌肉越少，你的肌酐就应该越低。肌酐被我们肌肉制造出来了以后，它去哪里了？它在我们血液里面循环。它如何离开我们的身体呢？透过肾脏它离开我们的身体。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肌肉很大的人，像我就是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人，或者是你属于健身的人群，肌酐高很正常啊，因为你的肌肉会分解很多的肌酐出来。可是如果你的肌酐非常高，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代谢排除肌酐的能力啊比较不好啊。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身体排除肌酐的能力会变不好呢？这就跟肾脏有关了。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的看肌酐高了就决定如何了。肌酐异常的高，那是真正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如果你的肌肉很大，肌酐只是在标准上面一点点，那还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的肌肉量不多，然后你的肌酐尽管没有超过上限，你都应该注意的。所以重要的事情是确定你的肌酐究竟跟你的健康的关系是什么，你真正应该跟医生好好探讨的才是正确的。在家里面自己慌张焦虑对整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第三个数值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偏高，大多数的人看到化验报告上箭头朝上就开始焦虑了。我跟各位说，在欧美啊，很早以前啊，高密度胆固醇的参考标准呢，上限已经取消了。上限取消的意思就是高密度胆固醇高没有任何坏处了，它没有说越高越好。实际上高密度胆固醇它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对它比较简单一点的理解，装在高密度脂蛋白里面的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的粒子很小，密度很大，它很容易就穿透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穿透我们血管的内皮，再离开我们血管的内皮。高密度脂蛋白它穿透我们的内皮带走的高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实际上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是逆向胆固醇转运啊。逆向胆固醇转运就从血管内皮下面带走的是胆固醇，特别是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就是我们斑块里面我们最不想要的东西，所以高密度胆固醇越高的时候，它清除你血管壁效果就会越明显。所以高密度胆固醇这个数字偏高，它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它异常的高，当然你还是需要跟你的医生在一起探讨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看到高密度胆固醇高就立刻开始惊慌了。如果是我的话，高密度胆固醇高，我第一件事情会庆祝，我会很高兴。第二件事情是我看看它如果高得很离谱，那我会去跟我的医生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